Hello Mia，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为你服务。然后这个是庆祝西卡的疗愈空间订阅满2000的一个优惠个人占卜服务，希望这段个人占卜对看到的小伙伴们都能够有所启发，也希望能够对米娅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启示跟灵感。那首先米娅填的表单里面告诉我的她的目前的状况是，面对人生下半场的此刻，仍然在继续追求更好的事业发展、工作机会、各种旅行，还有人生体验、有趣的学习等等。可是总是少了一些稳定的情感关系，值得体验的爱情。想要问接下来的人生会迎来哪些新的丰盛与他相遇？那就让我先来为他抽牌，看看在爱情方面接下来的发展建议。空白牌，我再抽一张死神建议。好，首先就现在目前的能量状况，短期接下来的发展其实不太会有明确的遇到所期待的那一种很值得体验的爱情。虽然其实我觉得值得体验的爱情也许可以再精准的定义，不管米娅你的期待是什么，因为我先抽到一张空白牌嘛，然后空白牌通常在塔罗牌占卜里面就是不会有明确的进展，或者是这件事情的能量还有点混沌，还需要酝酿一阵子的意思。然后又出现了死神，有一个比较严峻跟比较需要向内检视的一个意味在，因为死神通常都代表说你所求而不得的事情，一来是你是不是没有真的想要，二来是你是不是许愿的方式有一点点错误，或者是你的信念系统是不是你以为你想要的是 A， 但其实你的行为跟那个 A 有点不一致，所以导致来的都是 B。米娅的身边有许多受你吸引的男性，如果他们是一种他们主动前来的话，那他们可能都会寻找比较符合他们需求的那种方式来跟你建立关系。那塔罗牌这个死神加上空白牌在告诉你的是，如果继续维持谁来然后就看看，其实是某一种被动嘛。那个被动也是因为米娅你的生活非常的忙碌，真的很难找出时间来认真的主动的去选择伴侣。但是那个被动的前提之下，可能靠近你的人都不会是最好的良配。因为其实择偶这件事情，或者寻找伴侣，或者是体验爱情这件事情，它是需要一个很强烈的主动性的，它是需要一个强烈的筛选、选择、择取等等的。受到你吸引而来想要跟你建立某种连结的那样子类型的人，很有可能他跟你的需求是不一致的。就算短暂的有一些缘分，或者是互相吸引，也许他都没有办法走到最后，或者是也许你们很难产生一个很稳定或者是很有基础的共同的蓝图。对，所以这个死神其实在说的是说，如果你想要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丰盛、新的在爱情上面的重要的发展的话，那过去的这种行为模式可能需要打掉重练，以后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结局跟不一样的发展。那建议这是一个钱币四，钱币四很有意思哦。你看这个女孩她紧紧的抱着她的钱币，护在她的心轮的地方，脚也踩了2颗，头上也有一颗钱币，也就是她用钱币也有点像是物质上的社会条件吧。就像你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你可能有很多不管是头衔啊，或者是物质上的成果跟累积，用这些方式把自己先保护起来。也就在说，也许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就是或者是也许现在你需要的是一种休息。我觉得他在说的是，也许你现在需要回归到你的社会身份，拉开一段距离的情况下，也许专心工作，那也许专心在自己的事情事物上面，你会有新的观点，把自己的关系网络做一个厘清，然后也重新的聚焦跟锚定的许愿，那这会是比较有建设性的发展。而且你看他是拿着钱币认真的护住他的心轮的，所以他也代表着某一种就是外在的杂音，或者是这种各式各样的 connection 某种程度变成了一种干扰。就是很多时候似爱非爱的连接会变成某一种干扰嘛，因为它好像没有办法真的让你觉得心满意足，因为最核心的某些要素可能是缺乏的，可是有的时候又可以给予某一种陪伴、安慰，或者是一种亲密感跟快乐的在一起的感受。但是如果一直重复在这里面的话，变成某一种 pattern 跟某一种干扰，先跟这些人隔开，重新的好好的把自己的需求给想清楚以后，你就会发展出跟现在不一样的策略。而且挑战很有意思哦，挑战是一个钱币9，钱币9在挑战的牌位，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在说，你
现在的生活也很难让别人插足，不管是条件不适合、生命阶段不适合，还是两个人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合等等的。钱币9在这张牌里面，它等于是一个像园丁一样的角色嘛，事必躬亲的把他的花园里面的每一株植物给照顾好，那就等于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生活，你很难真的腾出一个空间给另外一个人的具体的未来规划的时候，其实很多关系它就没有办法真的往最稳定的方向发展。在你生活已经很清楚而且蛮丰盛的状况之下，你有没有真的想要遇到一个灵魂伴侣，一起可能组成家庭，真的建立两个人的生活？要怎么样找到真的可以跟你相匹配的人？因为在你很优秀的情况下，也许你要寻找能够和你相匹配、真的棋逢敌手的人，这个人又同时是 available， 也愿意和你一起打造一个共同的未来的，这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思考跟选择的。但是看起来你现在可能全心全意都投注在自己的个人花园上面，你并没有办法花这个时间精力，跟甚至可能动能也相对没有那么强，没有办法去主动的做拟定出策略的做这样子的筛选跟选择，所以这会是你比较大的挑战。但优势的牌位出现了权杖10，他在说的是，其实你已经有一种受够了，你已经有一种觉得我再也不堪负荷了，自己一个人踽踽独行，或者自己一个人浇灌跟处理这个花园，可能也真的很累。当你真的去正视你的内在的那一种劳累，跟某一种孤单，跟某一种我希望可以有人和我一起分担这些重担，我可以不需要这么的逞强，当一个不麻烦别人的人，不把自己的脆弱表露出来的人，在这种有苦自己吞，然后什么事情都硬干硬扛的这个情况下，你已经受够了。那当你受够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愿望跟你的行为模式跟你的各种方向也都会有一个重新的校准。只是我看到也会有一种觉得真的是辛苦你了，米娅。作为一个很认真在事业上打拼，然后也很认真的想要建立有企图心的生活的人，就是这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你觉得值得信任的伴侣，我觉得那会是非常非常美好、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结局的牌位现在是出现 Queen of Pentacles， 就是钱币女王。钱币女王，我想再抽一张。女王牌跟钱币女王。还有星星，所以在结局的牌位，它出现了3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female character， 对，也就是3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女性角色。其实加上这个 Nine of Pentacles 是4个，其实都有女王的这种意味。钱币女王跟真正的大女王牌就是不用说，它基本上就是非常的美好，非常非常的有魅力，而且是貌美的，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自己个人的特性跟特色。就你已经掌握了自己的风格跟某种打扮跟某一种对外 present 自己的最有优势的方式，你也对自己是很有信心跟很有自信的，也是很擅长照顾别人的，也包括了很有创造力，基本上是美的化身的这种意涵。但当它跟星星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也代表了某一种距离，也就是说，我相信在异性眼里你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存在，可是给他们某一种距离感，就你可能非常认真的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跟生活，他们有一点点看不到他们可以切进来跟插足的空间。你可能会跟有些人有那种很长期的友达以上，但是又恋人未满的关系，或者是也许你也尝试过几段比较远距离的，然后久久才沟通一次的那种，其实你知道你们之间是有火花，也是心心相印的，可是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进展的这样的关系。那这种情况会继续持续，对，在至少接下来的3到6个月之内，没有明显的会有新的对象。新的对象的意思说真的跟以前的人不一样，或者是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和他进入关系、发展稳定的未来的这样子的对象的出现，有点像是你很认真的在绽放，然后你很认真的在经营跟发展自己的生活，可是现在也许还不是最好的时机，也许你还有一些内在的意念需要再思考跟需要重新盘点吧，也对自己的比如说寻找伴侣的主动性跟是不是很热烈的想要的这件事情，这个意图也需要做一个确认。但是你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在牌面上是一直有在出现这样子的讯息。好，那我想要为你抽一些牌，那些牌是更加聚焦的问说，如果你就是想要寻找一个稳定的伴侣，牌卡会给你什么建议，就是该怎么做才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内在的声音，执着于过去，改变。你看这3张
在我解说之前，你是不是看到牌面你就有感觉得到他想表达什么了？因为它算是一个蛮直白的蛮直白的牌。一个是内在的声音，这是传统塔罗牌里面的女祭司牌，这是执着于过去，这是传统塔罗牌里面的圣杯五，然后再来是改变，这是命运之轮。如果你希望可以接下来的感情之路可以遇到新的丰盛，希望可以遇到一个值得陷入爱情、值得全情投入、认真发展的这样的对象的话，你需要先回到你自己内在的声音，你需要好好的问自己说，我到底在一个伴侣身上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品质跟什么样的陪伴，然后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假设你要问的是，我希望接下来可以有个人和我一起共度下半生，这样子也确定说我真的已经准备好了，那我的意愿也是100%确认的，那你接下来的所有的约会的行为都要完全不一样。那些看起来意图不明的，或者是看起来不适合长久发展的，跟你不匹配，不管是外在条件、内在条件还是成熟度不匹配的，基本上都要全部略过，就是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是某一种耗时，可是耗时却没有办法 lead to the conclusion you want。 最重要的是你要什么，因为当你不确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某一种配合别人的需求，就算你可能行为行动上面或者在相处上面你可能也是主见很强，并不是讨好型的人，可是因为你自己的需求本身不明确，那在相处中当然就是对方的需求会大于你的需求，那当你都是跟着对方的需求走的时候，得到的关系的结局或者是关系之中的那种动力，其实就不会是最理想的状况嘛，不是最服务于你的状况。最重要的是回到这个内在的声音，然后显然有一些过去的伤怀，不管是在你的童年还是在你过去的感情经历里面，可能有一些卡住的东西，然后那些卡住的东西会让你现在选择了一个乍看之下是自我保护，或是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但是其实这个安全的做法或者这个自我保护的做法，反而是陷入在某一种旧有的模式，而没有办法真的很有建设性或者得到最好品质的爱情。也许在你的经验里面，也许你会有一种内心深处觉得，如果我很明确的做出我非常想要，跟我非常渴望，跟我就是要这个关系，那我很可能会变成被丢下来或被遗弃的那个人。当你的需求感给收束得很好的时候，你就成了那个不麻烦别人、很独立，然后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照料处理好。这样子类型的人，有的时候是很难跟人建立关系的，因为你的需求感低，然后你可能甚至对这些出现在你生命中的非常喜欢你的异性都没有一个实质的需求，就你可能对他们的信任度也有限，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真的把生活中的烦恼或者是困顿或者是需要共同商讨解决的事情去和他们讨论，那也就真的很难生出有意义的信任关系嘛。也许在这样子的行为模式底下，你保护了自己的感受，也保护了自己的某一种不安全感，它也限制了真的可以发展出很稳定的能够彼此陪伴的关系的某一种可能性。要改变这个情况的话，从意念层次一直到行为模式都要有一个蛮彻底的变更，蛮彻底的改变。如果你觉得不是啊，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生活中的难题去麻烦这些人，或者是我知道就是我们的关系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那其实就是这些人不是对的人而已。不是对的人也没关系，再继续往前，就是 move on 去找更多更好的人，也就是啦。You have the capacity to digest this， 所以你是有那个容量，你是有那个心胸，你是有那个气度，以及你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个选择跟筛选的。过去的某一种和异性相处的行为模式，它也反射了你内在的信念。那为了要改变，然后为了要得到更有意义，然后更加丰盈、更加稳定的亲密关系，现在要做的就是重回到你的内在声音。你的内在声音是你最好的导航系统，你一定从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这个人适合或不适合，只是可能也会有一点觉得说暂时好像也没有其他的选项，或者是不是有些人也是在关系中有某种忍耐，或者是有某种磨合，那我们就还是相处一下吧等等的。可是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这个人是不是有意愿做这种磨合的人，你一定一开始就知道了。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塔罗牌在给的建议是回到你的内在声音。如果过去有一些伤痛，让你觉得不信任，觉得不配得，让你有一种被遗弃的恐惧感的话，记得除旧布新，做出改变。那我帮你再抽一些神谕牌。Birth, it is time of new beginnings. Embrace the new life with open arms. 现在是时刻迎接新的开始了，张开你的双臂迎接这个新的机会。你的生命应该目前是在一个有点失衡的状态，现在是重要的时刻，要寻找回你生命中的平衡了。而这张牌说 ，It is okay to ask for help. It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去寻找帮助，去寻求别人的帮忙是完全 OK 的事情。然后我也想帮你抽一些 movement magic OK breath。 好，你接下来生命中确实是会有一些改变跟变化，我觉得这应该跟搬家啊、换工作啊、换单位啊等等的会有一些关系，就是有一些外在的改变会促使你的内在改变发生，有可能你的灵魂也有一种不耐烦，对于停滞在现在的现况，这个改变会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哦，是一种猝不及防，而且你会觉得很像奇迹，或者是很有一种天哪怎么会这样的这种神奇的改变。还蛮期待的，但是重点是你要学会休息。很多时候我们停留在某一种行为模式，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做最真心的许愿，是因为我们真的过劳跟透支了。当你真的过劳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就是维持日常的运作，因为每天都在危机处理，那你没有办法回到你的内在声音的，一定要记得休息，腾出空间来让这个接下来的改变发生。帮你抽一些茶叶占卜牌。茶叶占卜牌这里说的是工作上的新的丰盛的讯息，我觉得看了蛮为你开心的，因为米娅我知道你也很在乎你的事业的发展。这一张牌说 karma， 然后 you will reap what you have sown， 是一种业力的循环吧，然后你会收获你曾经所播种的甜美果实。这里是 bridge， 他说 bridge 是成功的克服一个挑战。同时这里又说 celebration fun enjoyment， 就是欢喜的丰盛的庆祝的这个状态。这个是 something important such as a new job or a raise， 应该你确实可能会换工作，或者是你会有一个升迁的机会，因为他在说的是你克服了一个重要的困难，克服这个重要困难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值得庆祝的，然后是很让人心满意足跟开心的。它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不劳而获的好运，而是你真的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你会有收获相关的甜美果实。然后这个袋子里面看起来就是充满了金钱的样子嘛，那他就说某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应该会是一个新的工作或者是一个升迁加职的机会，我觉得蛮为你开心的。最后做一些抽牌，帮你问一下你在工作上接下来的发展建议跟结局。会有一个新的好机会降临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你现在在的环境它还是一样出现了一个恶魔牌，过去你环境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管理上的问题，然后跟某一种人治以人的偏好为主的管理风格什么的，这还是存在，对，但是似乎它一直在暗示一个新的机会。你看这里是权杖一，这里又是一个钱币骑士，它有个蓄势待发的东西可以进展，需要时间的累积，它不会马上蹦蹦蹦就发生。它也跟这个前面说的这个你的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栽也有点关系，所以会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会有个新的好的机会来临。Page of Cups 圣杯侍者，她就是一个小女孩看着手中的杯子就很开心嘛。如果你看到新的机会的话，要认真的争取，你可能需要新的机会为主，而不是继续待在一个现在的情况或现在的环境，一些应对方式也需要有一些调整。你的整个对于感情的期待啊、信念啊、跟行为以及策略也都需要一些变更。做一个结论的话，在事业上会有一些新的好消息，但那些新的好消息需要时间的酝酿，也需要你主动的争取。感情上的话，它可能暂时不会有很明显的进展，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你的信念以及行为模式。然后看起来米娅是很事在人为类型的人，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只要你改变，然后只要你确定你要，跟只要你的方向是明确的，你不会有你得不到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期待听到你的丰盛的好消息，我们下次再见。